中国外交部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近日访华。与此同时，美方仍不断炒作所谓产能过剩的议题。17号，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中国商务部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下周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美方将布林肯此行形容为一次重要访问。计划与中方讨论包括商业和教育在内的问题。中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近日访华。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近期积极寻求与中方接触。本月初，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对华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就中美经济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与中方深入交换意见。紧接着，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访华，就被认为是为布林肯即将展开的中国之行进行协调。尽管拜登政府高官密集来华沟通交流，但美方同时又在不断利用所谓产能过剩议题，加征关税和启动301调查来施压中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在对5个全国性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的请愿书进行审查后，该部门正在发起对中国针对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的支配性行为、政策和做法展开调查。今年3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牵头其他4大工会组织向拜登政府提出请愿。126页的请愿书中罗列了过去20年间所谓中国政府不公平支持其造船业的证据，并对整合供应链物流数据的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提出所谓国安担忧。请愿书渲染，中国的主导优势正扼杀所有竞争对手，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For many years now, we have seen how the PRC's non-marke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left unchecked, have devastated many working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es across our country, including many in your districts. Steel, aluminum, solar panels,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and critical minerals, just to name a few. As the President said during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stand up to the PRC, and we are prepared to use our trade tools in this effort, including through new Section 301 action and our 4-year review of the China Section 301 tariffs. 2018年，特朗普政府就曾依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国上届政府启动对华301调查，并对华加征关税，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受到众多世贸成员的反对。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发起新的301调查是一错再错。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多边规则，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自身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称，我们一贯要求美方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停止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7号在位于匹兹堡的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总部举行选举造势活动时，喊话戴奇，在对现行301条款调查结束前，考虑对中国钢铁加征3倍关税。Look, right now, my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is investigating trade practic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steel and aluminum. If that investigation confirms these anti-competitive trade practices, then I'm calling on her to consider tripling the tariff rates for both steel imports and aluminum imports from China. 匹兹堡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大选的战场州之一。匹兹堡有着钢铁之都的称号，居住着大量蓝领民众。美媒直言，拜登似乎在效仿对手特朗普的老招，通过释放强硬信号争取选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美国国内的批评者认为，增加关税只会适得其反，抬高美国消费价格，并加剧通货膨胀。且如果中方采取反制措施，则会增加美国其他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观察指，美方滥用贸易工具只会造成双输结果。而在大选临近的背景下，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祭出此招，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选情谋私利。拜登现在在跟特朗普某种意义上是在抢选票，我现在也对钢铝实施很强硬的措施，我把你想好的下一步策略我给提前打出来了，然后来争取你的选票。我觉得更多的是有这种成分在里头，表演成分很多，那选票是最终的目的。
17号，澳大利亚公布了该国首份国防战略，计划在未来10年增加503亿澳元的国防开支。报告鼓吹，面对中国的所谓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大利亚正面临2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希望澳大利亚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据法新社报道，这份长达80页的文件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了悲观评估，并提出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以重组澳军的计划。其核心是发展一支隐形核动力潜艇舰队，将关键导弹能力提高2倍，并发展一支大型水面作战舰队。这一战略可归结为让任何针对澳大利亚利益的攻击都变得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具体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在未来10年将再增加503亿澳元，约合2337亿元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目标是在10年内使澳大利亚的国防开支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提升至2.4%。根据新发布的国防战略，到2033至2034财年，澳大利亚政府10年内在军力方面的总投入将达到3300亿澳元，约合15401亿元人民币。The essential thesis of the 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demanded a shift from this balanced force to a focused force. There is now one job at hand: transforming our future capability such that Australia can resist coercion and maintain our way of life. 除了军费激增，报告中涉华部分更值得警惕。报告鼓吹，面对中国的所谓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大利亚正面临2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应询表示，当前地区安全风险主要来自个别域外大国在亚太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特别是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希望澳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战略意图，摒弃冷战思维，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不要动辄拿中国说事。实际上，澳官方就毫不避讳新国防战略背后的美国因素。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更是在17号的演讲中直言，此举正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It is important that Australia plays its global part, and we ar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t is what our all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expect of us. 当地时间4月18号下午，因常任理事国美国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接纳巴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美国阻挠巴勒斯坦入联，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当天下午，由15个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对一项建议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举行投票。草案获得12票赞成，美国投了反对票，英国和瑞士分别投了弃权票。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一票否决，草案未能通过。该决议草案由阿尔及利亚起草，此前在各方决力下，投票时间已经进行了多次变更。12 votes in favor, 1 vote against, 2 abstentions. 巴勒斯坦目前是联合国观察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需经安理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由于接纳新会员国为实质性议题，安理会的决定需要至少9个安理会成员同意，且未遭常任理事国否决。联大表决则需要会员国2/3多数同意。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对巴勒斯坦的广泛同情，只要安理会通过决议，联大表决大概率能够通过巴勒斯坦入联。巴勒斯坦总统府18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关于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声明说，美国的否决是不公平、不道德且无理的，违背国际社会意愿。此外，声明感谢在安理会投票支持该决议草案的国家，这证明了世界是站在正义、自由与和平一边。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表示，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由于美国的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有关国家不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声称理由是巴勒斯坦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我们对此不能同意。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不容置疑，不容交易。傅聪表示，所有真心支持两国方案的国家都不应该反对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巴勒斯坦国将在联合国享有同其他所有会员国同等的权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作为两个国家，可以比邻而居，和平共处。据联合国网站发布的新闻稿，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表示，投票结果表明，美国已经被完全孤立。涅边贾表示，这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第5次否决安理会决议。涅边贾批评美国称，对华盛顿来说，巴勒斯坦人不配拥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是实现以色列利益道路上的障碍。Сегодняшне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права вето делегации США – это бесплодная попытка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еумолимый ход истори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когда Вашингтон оказал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полной изоляции, говорят сами за себя.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入联表决中行使否决权表示遗憾。盖特表示，此次入联表决只是巴勒斯坦人民长期政治斗争中的一步，巴勒斯坦一定会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取得这一斗争的最终胜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多个阿拉伯国家也发表声明，对美国否决巴勒斯坦入联决议草案深表遗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凌晨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美国施加压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声明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奋斗和抵抗，直至建立独立的、主权完整的巴勒斯坦国。正午短评热点直说。巴勒斯坦入联遭美国一票否决并不意外，考虑到美国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巴勒斯坦入联对以色列的不利影响，美国否决可以预料。那为何明知不大可能通过，巴勒斯坦还是在13年后大力推动入联呢？原因有几个。首先，目前以色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即使西方内部也有很多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是推动入联的好机会。投票结果来看，美国的盟友法国、日本、韩国都投了赞成。其次就是入联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可以增强巴勒斯坦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谈判筹码，推动两国方案。最后，即使被美国否决，也能凸显出美国以色列的孤立，争取国际支持。这次还有英国和瑞士投了弃权。那么，如果巴以冲突再持续，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加剧，下一次投票弃权票可能就更少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18号启程再度访问大陆，将前往浙江绍兴参加祭祀夏禹的文化活动。此外，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也将率团登陆。访问团中将有5到10名在任民意代表。此外，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透露，他将在7月率领将近200名台青前往浙江参访，并与大陆青年1对1共同生活数日，期盼两岸青年透过深入接触彼此了解。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夏立言大陆之行将持续4天，除了参加祭祀夏禹的文化活动，还将前往杭州、嘉兴参访，预计在22号返回台湾。事实上，1个月前，夏立言对大陆进行了为期7天的关怀台胞之旅，率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人员造访重庆、成都、济南、青岛等城市，主要是拜会台商、台生和台胞。除了夏立言，目前岛内舆论高度关注的是台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萁的大陆之行。联合报等台媒报道，傅昆萁本月25号将率5至10位国民党籍民代访问大陆。据悉，该行程早在2月就开始规划，原定本月19号出访，但受花莲强震影响，延至25号出发，将在北京待上4天3夜。傅昆萁17号傍晚表示，此行希望能争取陆客来台，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并借此协助台湾百工百业复苏。这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时刻。我想在今天两岸断线的情况之下，
我们人民只有自救，政府不做，我们自己来做。傅昆萁说，这次访陆也会看看大陆的电动车产业。他强调，此次是以国民党团总召、政策会执行长身份访陆，代表党，而非私人身份访问大陆。傅昆萁与大陆渊源颇深，他曾担任花莲县长，被称作台湾政坛的花莲王。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也多次以花莲县长身份率团赴大陆参访交流。两岸开放观光后，花莲也成为了大陆民众最爱的台湾旅行目的地之一。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来自大陆的观光客人数以平均每2年100万人的数量增加。兴盛的旅游业也带火花莲经济，花莲民众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然而，如今两岸交流进入寒冬，大陆旅行团赴台仍未开放。傅昆萁此行也希望能为岛内观光业带去一丝暖意。香港中评社指，傅昆萁当前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代表人物之一。傅的访陆动机显示，蓝军地方派系希望两岸和睦，才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至于访问团的构成，目前已曝光的有民代黄仁、张志伦、林倩琪等人，其中黄仁是岛内原住民民代，张志伦则是属于新生代，来自新北市，林倩琪则是不分区民代。台湾联合新闻网引述不具名蓝营民代表示，此次傅昆萁的主要诉求是谈大陆赴台观光旅游、推销农产品，对于各个选区而言都是好事。蓝营民代此次访问大陆的时间十分特殊，赶在台湾地区新旧领导人5月20号交接之前。香港大公文汇网指，访问团是史上最大规模，如果能成行，能够向大陆传达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台湾主流民意。当前，台立法机构内部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占多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也来自国民党，因此岛内舆论认为，通过此次访问，台立法机构内部如果可以形成推动交流的合力，也将倒逼未来民进党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开放两岸交流。这对于台湾民众而言，无疑是件好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17号回应指，相信傅昆萁会做好的安排，用对话取代对抗。两岸其实本来就应该有更多的交流，用更多的交流取代对话取代对抗哦，这是国民党一贯的基调。来自金门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陈玉珍也对傅昆萁此行表示支持，并呼吁民进党不要为两岸正常交流扣红帽子。我事实上是很想去的哈。如果我们这次过去，如果说是看对于这个金门啊，我们陆客来到金门的观光哦，有多大的这个帮助啊？如果说我们金门陆客的观光可以这样帮助我们适时的开放，拯救我们现在很惨的这个各行各业化，当然这个我就会义不容辞。18号，国民党方面进一步回应指，傅昆萁以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以及立法机构党团总召身份，与多位同党籍民代赴大陆访问，针对台湾人民关心的两岸民生经济议题做充分沟通与交流，并反映多数台湾民意期望两岸和平交流的心声，维系两岸人民的利益与福祉。国民党强调，向来支持与大陆维系正常公开的交流与沟通，相信唯有增进两岸良性互动与积累善意，才能让台海免于战争威胁，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